我给我自己个人的计划就是，我希望我这一辈子能够培养毕业10个博士研究生，硕士生的话那就不定，几十个吧。大家好，我是金鹿。大家好，我是文武，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两个爸爸养娃记。今天我们又来爬山了，但是今天这期视频呢，不是爬山的视频，是跟大家分享一件文武的喜事。对呀，我的第一个培养的博士生最近刚刚答辩，然后成功通过答辩演讲，最后面呢也参加了毕业典礼，所以你就培养出了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是的，没错。那你感觉如何呀？我觉得挺高兴的，也有一点点自豪，觉得在作为教育工作者来讲啊，好像为这个社会输送了一名人才一样的那种感觉。同时呢，也有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自己啊，原来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还是有一定的贡献的。你老是那么谦虚啊，那所以感觉还是很有成就感。对，我觉得感觉还是挺好的。确实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总共有6年，这个博士生，因为他是本科生入学，就跟着本科生毕业就跟着我直接读的博士，就有点像国内咱们说的直博。然后这6年的时间呢，首先最开始那2年嘛，博士生可能在美国这边的学制就是这样子，就是上课比较多，科研比较少。然后到了后面这几年的时候呢，才全面的投入做科研，所以时间一般比较久。像美国的话，一般学制都是5年。所以我这个博士，因为他是本科毕业，直接就上了博士，那时间相对来说就用的更久一点，因为上课上的更多一些。所以刚好用了6年。对，6年的话，虽然算是延期了1年，但是也还算 reasonable 吧。考虑到他刚刚本科毕业就直接读的博士。OK， 那在这6年过程当中，你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啊？收获呀，或者是挑战吗？我觉得培养一个博士还挺不容易的。一方面当然是时间很长，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觉得博士科研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探索未知，是真正意义上的未知。就是我定下一个科研究方向以后呢，就交给博士生去进一步的去探索啊，去验证啊，然后去做一些科研工作。但是我说句实在话，我也不知道这个哪条道路行不行，能做成啥样，真正意义上的就是一种未知。所以最开始那几年呢，其实进展不是很顺利，我一度呢也挺着急的。然后我招的那个学生呢，他其实也挺 relax 的一个学生，也不急不慢的。我催他一下了，他就做一点；我催他一下，他就做一点。他自己也不着急，我也不找他了，那他这个星期他也不找我，就有时候这个进展就这么慢慢的落下来，所以他才推迟了1年才毕业，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吧。就是说其中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找到去跟学生一起做课题、一起合作的一个最佳的方式。每个学生肯定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学生他可能就自我主动、主观能动性非常强的这种，你就不需要去 push。那我这个学生呢，他就也不能算是太 relax，他就是相当于是处于中间吧。有时候你还是需要去 push 一下，特别是过去这半年多，我 push 得他比较厉害。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个办法呀，这都马上就6年了，你还不毕业，那赶紧毕业走人了。所以我最近这半年我就 push 的他就比较厉害，但是总算还算是比较顺利的完成了这个博士论文的撰写啊，还有答辩啊，然后最终的毕业啊。因为他其实之前已经做了有70%-80%了，感觉也是挺成型的了。他就是需要最后面你再去 push 一下，他才能够
完成所有的这些工作，要不然你一拖再拖。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 funding 也没了，他要再不毕业我也没钱给他了。所以，但是总的来说吧，挑战确实是有，但是我也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怎么样去跟学生合作做项目啊，怎么样去针对不同的学生来，使用自己的教育方式啊，等等这一些，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收获的。这个博士毕业的过程一般是什么样子的？首先是论文答辩是吧？对，博士毕业的过程总共有这么2、3个大的步骤吧。第一个步骤，那当然就是完成你的实验课题，你有足够多的成果或者说结果，你可以下结论。一般来说，有2到3点大的结论，就能够构成一篇完整的博士论文了。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然你要发表论文，当然这个发表论文不是每个学校都有要求的，但是我对我的博士生还是有这方面的要求，所以他也是发表了有几篇论文，从这方面来讲，他还是表现得不错的。这是前期准备工作，完了以后当然就是要写成博士论文了。写成博士论文以后呢，基本上有一个初稿以后就会提交学校，学校可能这是初稿不是终稿，提交学校他有一个批准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去学生就可以开始准备这个毕业论文的答辩了。这个博士论文的毕业论文答辩一般都是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基本上学生首先就是 present 1个小时左右，有些的可能稍微长一点，有些稍微短一点。完了以后就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左右的问答时间，那就是这个博士委员会的一些教授，就我这个博士生他总共包括我在内有6名教授在他的那个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会当中，我当然就没什么问题可问的了，主要就是其他的5位教授陆陆续续一个一个的问问题啊，看这个学生他的科研的结果是不是 robust 呀，是不是理解到位啊，是不是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呢？我这个博士生呢，他的 presentation 做的还不错，论文写的也还 OK， 最终再加上这些博士答辩委员会的这些教授们呢，都挺好的，非常的 nice， 所以他也很顺利的就答辩通过了。通过了完了以后呢，就还是要提交他的最终论文的定稿、终稿到学校，这样的话呢，就算是完成了整个博士论文答辩以及他毕业的过程。最后当然就是参加毕业典礼了。这个博士答辩是在 UCSD 完成的是吧？对对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校我们叫所谓的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我们学校我们这个工学院本身自己是没有独立的博士点的，我们必须要跟其他的学校合作。比方说 UCSD， 也就是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就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他们就有独立的博士点，然后我们就跟他们合作，叫所谓的联合培养。所以因为是联合培养嘛，所以学生上课也是在那边上，答辩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其实还有中期答辩，有开题答辩，有中期答辩，还有最终的答辩，这些都是在 UCSD 进行的。只是做科研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学校。OK， 那给我们讲讲毕业典礼的事情吧，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OK， 其实毕业典礼挺常规的。这跟我当初博士毕业的典礼基本上类似，只是稍有不同而已。它大体过程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老师和学生当然就是穿好那些叫 regalia， 我觉得翻译成中文应该就是叫学位服吧，博士学位服了。然后大家都在大礼堂外面等着，其实也不是大礼堂的，它是一个大剧场。我们学校有一个叫arena 的一个大剧场。平时什么打篮球啊或者演唱会啊都在那里召开，那毕业典礼因为参与人数比较多，也会在那举行。那完了以后准备好了以后，大家就开始入场。入场以后，因为我们学校的博士研究生的数目，毕业的人数还是挺少的，每年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跟我当初博士毕业的时候不太一样，它就是老师给学生有一个带 hood 的一个 hooding 的过程，这个 hooding 其实就有点像是一个大大的衣领，然后我就把那个大大的衣领拿下来，披肩，叫披肩是吧？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反正也不是披肩，反正就是一个大大的那种 hood， 我也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然后那个 hood 那个我就站在学生后面，我就把那个 hood 戴到那个学生的那个头上，就像这样子，就假设有个 hood 可以戴在前面，就这样。戴在肩膀上还是戴到肩膀上 ？OK， 戴到肩膀上，然后就像个衣领一样，然后戴上去就表示一种仪式，说啊，你现在是博士毕业了，你是正宗的博士了，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完了以后就跟校长一起照个相啊，就完了。我们当初博士毕业的时候，我们因为博士生人数非常多，你要是一个一个这样弄过来，那不知道要搞到猴年马月去，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过程。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拨帽穗的过程，那个帽子，它不是有一个那个帘子嘛，一样的东西，就是从一边拨到另外一边，因为这个很快，然后就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完了以后也是跟校长照相什么的。好，就这点差别，其他的都差不多。那这次徐教授培养毕业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对，那同时你也在培养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对吧？对，没错。我过去这6年多毕业的硕士生，总共加起来应该也有7、8个，将近10个吧。本科生呢？本科生那就可能20、30个，那我也数不清了。就是在你这边做毕业设计或者参与你项目的学生是吧？对，没错，就是实际比较参与我比较多的参与我的科研项目的一些本科生也挺多的，因为我一般也不能说来者不拒，但是只要学生表现出对科研的兴趣，我还是非常乐意的去给他们提供这样的科研的机会的。OK， 那未来呢？未来在培养学生、培养博士生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计划呢？我觉得我未来当然还想要培养更多的，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呢。我给我自己个人的计划就是，我希望我这一辈子能够培养毕业10个博士研究生，硕士生的话那就不定，几十个吧。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徐教授想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吗？我觉得读博士其实是一个非常磨练人的一个过程，它对人的锻炼是全方位的。最重要的是锻炼了你的各种科研技能，这个科研技能就包括所谓的科研背景文献调研啊，然后项目的执行啊，然后特别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面对挫折应该怎么处理，然后遇到困难怎么样去寻求帮助。我觉得这些技能其实都会能够在读博士期间得到非常大的锻炼，因为科研特别是博士课题的科研其实真的是挺难的，如果想要一个人从头至尾做下来，不寻求其他人的帮助，其实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在现代这种高度发展的科研研究方面，已经很难做到这一点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怎么去寻求帮助，然后怎么去面临挫折。比方说，打个比方说吧，我记得我当初读博士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其实现在也还是一样的，就是你不断的遭遇 decline， 就是拒绝。比方说你发文章被拒，写 proposal 被拒，然后你搞科研总是失败，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其实说白了也是科研的常态。你可能80%以上的情况都是这种常态，就是你不断的失败，不断的遭人拒绝。但是即使碰到了这么多次的这种失败和拒绝，其实也并不意味着它变得容易了。其实你每一次你的项目书被人家枪毙了，然后你的论文被人家拒了，其实每一次都挺难受的。但是要学会这种调整心态，然后再接再厉，屡败屡战，这一点我觉得是挺重要的。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在最后说一句话。好的，我一般来说过一段时间
就会招收博士研究生。如果大家对搞材料和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比较感兴趣的话，欢迎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好的，希望大家踊跃报考啊！拜拜，拜。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视频。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请您点赞。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欢迎订阅，这样 YouTube 算法就会把我们的视频和频道推荐给更多的观众。您的点赞和关注，我们全家都表示衷衷心的心感感谢。谢，耶！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